不是乌克兰，西方找到了离间中俄关系的楔子，中国将如何选择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岩石上的战争网站发表了杰里米·格林伍德和罗淑贤的文章。这两位作者在文章中称，北极问题可能会成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楔子。文章作者称，俄乌战争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敌意，北极理事会的所有会议瘫痪了。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但从2013年以来，一直是北极理事会的官方观察员。何况我们在北极圈内还有一块领土是归我们管理的。那么，北极理事会暂停，给中国的北极愿望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可能仍然希望两全其美，即在不破坏与其他北极国家关系的情况下，继续与俄罗斯合作。但是中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追求北极利益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俄罗斯的篮子里。西方可以探索这一点，作为让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的机会。在各种北极利益的推动下，中国通过其极地丝绸之路的倡议和2018年北极白皮书，概述了雄心勃勃的北极战略。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俄罗斯仍然对北极目标保持着决定性的发言权。中国与俄罗斯在亚马尔半岛成功开发了一个液化天然气大型项目，中国还集中投资北海航线沿线的港口基础设施，并在2016年与俄罗斯签署了初步协议。在俄罗斯西北部的白海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建造一个深海港口，未来可能会成为北极航运的物流基地。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地寻求与其他北极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北极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双边合作。这些国家包括瑞典、芬兰、冰岛和挪威，他们都与中国签署了与北极相关的合作项目。在过去10年中，在通过全方位的外交追求北极利益的同时，中国总体上设法避开了俄罗斯与北极西部的国家，特别是北约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但是俄乌战争让这一切都变了。失去北极理事会可能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俄罗斯与中国保持距离，同时重申北极合作与可持续投资的价值。西方正在推动北极理事会 2.0 的概念，即北极西部国家将如何单独和集体地应对北极的新现实，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一现实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距离。西方认为，俄罗斯并不希望中国在北极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又会给中国与北极各方的接触带来持续的不确定性。中国可能会更加希望与其他的北极国家展开合作，而这又会让俄罗斯加深对中国的不信任。最终，中国与俄罗斯会因为北极的战略问题而有所疏远。作者建议，北极西部国家应该负责任地利用中国在该地区发展中增加投资和发言权的愿望，使中国远离俄罗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交付，重新开放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石油市场。对于北极国家来说，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但解决它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北极的西部国家应保持并在必要的时候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同时确保控制权保留在当地国。这些国家还应该让中国继续参与多边北极外交，确保中国在追求北极愿望时继续遵守商定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是中国肯定是北极项目的投资者，未来也会是北极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任何让中国继续参与北极事务的建议，应该说对中国而言都是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的北约战略在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切还要看俄乌战争何时能够停止，还要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